为什么你谈的每一段恋爱都不成功，在感情当中总是求而不得，很痛苦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就是你的依恋模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特别是焦虑型依恋。那焦虑型依恋会哪一些表现？第一，相识期的极度开心。焦虑型依恋的女生其实没有谈恋爱之前情绪是超级平静的，她们不会主动的去谈恋爱，她们的状态就像一个装了水的空瓶子。但如果一个男生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，跟他主动的聊天，主动的分享自己的生活，给他关心，陪他约会，那么他们的心理状态就像往这个空瓶子里边丢了一石头，啪，立马就激活了他们，生活都变得美好起来了，从心里就会快速的去带入女朋友的角色，开始享受这种热恋。第二，平淡期极度的愤怒。焦虑型依恋的女生很难接受落差，比如一开始这个男生会主动的去跟你分享，每一天话都很多，关注度都放在你身上，一旦这个男生把关注度回归到自身，陪你的时间减少，给你的关心减少，给你的情绪价值减少，你就会开始不断的怀疑他是不是变心了，他是不是不爱了，越思考越愤怒，就会反复的去确认这个男生爱不爱自己，会不断的去寻找他爱自己的证据。第三，争吵期极度的狂躁和极度的悲伤。焦虑型依恋的女生太想赢了，执念很深。如果这个男生没有照顾到自己的情绪，没有认可自己的付出，没有理解自己的感受，就会容易陷入极度的狂躁，然后发生争吵，会歇斯底里的去质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但是总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因为这个男生不是回避就是无言以对，所以在争吵之后你会陷入极度的悲伤。为什么？你得不到爱。但是悲伤之后，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的来找你，给你一些温暖，给你一些关心，你马上就会原谅他，你又会觉得他还是爱着我的，立马又会非常的开心。但是接下来的感情生活又是一个循环的过程，这个过程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痛苦，但本质上是你在追逐这种痛苦带给你的快感，因为只有这种快感才能证明你被爱着。而焦虑型依恋形成的原因，就是在成长环境当中，父母对于你的情绪反应不敏感、不及时，缺乏对你内心世界的关注，导致你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处于一种被忽视、被抛弃的恐惧里面。我经常说，焦虑型依恋它像是一个被关在门外面的女孩，想进去，但是又害怕进去，所以焦虑型依恋她的这种执念是在寻找着一个家。你看很多早婚的女孩子，大多数都是焦虑型依恋，因为对她们而言，既是一种远离原生家庭的方式，也是一个得到家的方式。她们的内心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归属感，所以她们长情难断一段关系。很多人都说焦虑型依恋内心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不够成熟。那要怎么样去破解这种依恋模式呢？第一，开口要，你就把自己大大方方的当成一个小孩子，我要吃糖，我说出来；想要陪伴，你就撒个娇。我们需要这种情绪的回流，你务必需要看清一个真相：我不说，反正没人主动给；我说了，最坏的结果反正也是不给。但是如果我说了，我得到了，我就把我的内心打开了，原来我的要求是可以被满足的，你就会慢慢的知道自己值得被爱。站在门外的女孩子是得不到屋子里的人的爱的，学会敲门。第二，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托举自己。焦虑型依恋的人都缺少安全感，我们需要获得别人绝对的关注。我们的内在力量都是源自于外力，想要让自己的内在力量更加的强大，变成一个安全型依恋，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，就是把时间颗粒度拉满。你可以做一个时间表，比如8点到9点晨读，9点到9点半吃早餐，10点到公司开始工作，11点开始直播，把有限的时间去做一些具体化的事情，你会让自己的每一天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充实，而这种充实的感觉会让你的心里很踏实，而这种踏实经过长期的习惯的养成，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安全。